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2001年的战争电影《子日》，该片投资仅才500万，但是却拍出了1000万元投资才会有的宏大场面。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导演冯小苓，因为他在圈内是出了名的会省钱。比如贯穿整部电影的苏联冲锋枪，是他花了100多块买齐材料，熬通宵制作出来的。如果剧组去给有关部门借用这种真的冲锋枪，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至少需要3万块。在拍坦克大战的时候需要挖战壕，剧组请来了8个农民工，中途因为天气太热跑了5个。因为人手不够，冯小苓和主演傅大龙亲自上阵帮着一起挖。很多人说冯小苓抠门，实际上他花钱只花到刀刃上。比如在拍摄战争场面的时候，他硬是租来了8辆坦克和1艘航空母舰，让观众很真实地感受到了整个战斗过程。但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成为国内战争片少有的佳作，并不是因为场面，而是对人性、生命、战争、民族的深刻思考。故事讲述了1945年，苏联红军从日军屠杀中救下了一个叫杨玉福的中国人。杨玉福和伤员在向后方转移的时候，无意间闯入了日军的防区。在混战中，杨玉福和苏联女兵娜佳侥幸逃出来，跑进了大兴安岭。中途，他们遇见了在混乱中走散的日本女孩秋叶子。苏联士兵本想将她杀掉，但是遭到了娜佳的阻止，因为只有她带路才能走出日军的防区。他们以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在枪口前就会听从差遣，实际上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秋叶子却一心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他故意将他们带到埋有地雷的草丛中，炸死了苏联兵。愤怒无比的娜佳让杨玉福将秋叶子杀掉。忠厚老实的杨玉福拿起刀后，想起了母亲被日本人残忍杀害的景象，悲惨的往事撕扯着他的每根神经，促使他将眼前的这个日本人杀掉泄恨。可他看着这个单纯无知的日本少女，刀拿起来几次都不忍心下手，因为在他充满仇恨的内心里，仍然还是怀揣着人性中那本有的善良，而且这种善良超越了民族和战争。就这样，3个人怀着不同的民族立场和想法，一起踏上了求生之路。在经过一座独木桥的时候，秋叶子不幸掉进了沼泽中，但他一点一点的下沉，在几乎快要被淹没的时候，杨玉福和娜佳颇有默契地对视了一眼，然后合力将秋叶子拉了出来。到了晚上，秋叶子将煮好的粥递给了杨玉福，然后很小心地鞠了一躬。而杨玉福的脑海里回想起了同伴被日本人封在麻袋里活活被烧死的惨象，心如刀绞的他重重打翻了秋叶子递来的粥，然后抱头痛哭。第3天，他们终于一起走出了这片森林，但是没想到森林的外面仍然是无边的森林。娜佳认定只要向北走就能遇到俄国人，不料在途中他们遭遇了山林大火，在紧要关头，秋叶子及时帮助他们逃过了这一难。3人从地上爬起来后相视大笑，这种笑是对活下来的一种感激，也代表着彼此释怀了之前的一切。后来杨玉福得知了秋叶子4岁就来到中国，父亲是林场主，所以对大兴安岭非常熟悉。随后他提出了一条新的逃生线路。娜佳虽然很反对，但杨玉福选择相信秋叶子。娜佳明白自己一个人很难从这里走出去，所以只好和他们一起同行。3人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毫无戒备心的小鹿朝他们走过来。娜佳没有开枪，因为她和杨玉福一样心存善良，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秋叶子在无形中被他们的善良所感染，同时对自己长期以来所接受的军国主义产生了怀疑。其实很多时候他更像一个孩子，尤其是在他笑起来的时候。他身上一直带着一个8音盒，本来是送给心上人的礼物，可就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他终究没能和心上人见上最后一面。3人继续行走在茫茫的林区中，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却可以用眼神来交流。他们对彼此露出了善意的笑容，似乎已经忘记了战争的存在，忘记了自己民族的属性和立场。最后，秋叶子把他们带出森林，去到了最初的日本防区。单纯的他保证会让日军赦免他们，不过防区里却空无一人。但秋叶子听到车里收音机传来日本天皇讲话的时候，他那颗被军国主义熏染的心再次跟随着一起涌动。随后端起枪对准了杨玉福和娜佳。杨玉福双眼死死地看着他走过去，把胸膛顶在他的枪口上。矛盾错乱的秋叶子无力扣动扳机，去将这2个生死与共的朋友杀掉。
情绪瞬间失控的他哭泣着瘫倒在了地上。在这一刻，他终于找回了心中那一丝还没有被军国主义泯灭的善良。此时收音机里传来了日本天皇下诏投降的消息，战争终于结束了。杨玉福打算把秋叶子送到海边，让他能回去日本，回归故乡。可他们开着车前往的时候，却在中途看见一伙走入绝境的日本人自相残杀。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他们声称要为天皇尽忠，就连随军的普通家眷也不放过。他们还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目睹这一幕的秋叶子冲出去要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可以回家了。不料话还没说完就被日军开枪杀死了。八音盒响着熟悉的旋律，和他一起滚下了山坡。愤怒的那迦开着装甲车冲过去，杨玉福则站在上面，用机枪对那些丧心病狂、冥顽不灵的日军进行疯狂的扫射。他将所有沉淀已久的仇恨都通通发泄了出来，为了自己的老母亲，为了纯真的少女秋叶子，更为了千千万万被杀害的中国人。但一切结束后，杨玉福捡起了秋叶子的八音盒，在紫色的夕阳下，战败的日本兵在回归故乡的路上纷纷丢掉了武器。收音机里传来广播的声音：经过惨烈的战斗，和平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和民族，本来都可以和平相处，建成一个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每个生命都会得到尊重。杨玉福、那迦、秋叶子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立场，但是如果抛弃掉各自的属性，大家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都应该被善待。真善美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正是这一点让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很多年以后，当一切都已经完全平静下来的时候，年迈的杨玉福拿出了秋叶子遗留的八音盒，让人送回了那片树林。一直以来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最优秀的战争片恰恰是反战的。我深以为然，因为战争不是打游戏，对双方交战的人民只会带来无限的痛苦，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对人性的摧残和践踏，对于每个人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人能置身事外。那一段惨痛的抗战历史，我们永远都要铭记，但却要心存善良，因为爱比恨更有力量，和平比战争更能持久。